诚意穿红登顶难堪封面，一个被低估了100年的时尚命题。红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颜色。张国荣有一句歌词，我一直记得，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他唱的《我》里的一句，词是林夕写的。这句话当年没多少人真的往深里听，很多年以后大家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今天我想从这句话开始聊。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诚意登上高端难堪封面，一身红，雨夜大片。然后呢，网上讨论挺热闹的，但我发现一个事儿，大部分讨论都停在好看这2个字上，没人往下挖。我先说清楚啊，我是诚意的粉丝，这点我从不藏着。但今天这期我不打算跟你说我家哥哥好帅好绝，那种话粉丝群里说说就够了。我想干一件别的事，我想用时尚文化史，用摄影流派，用整个行业的逻辑，把这一张封面一层一层包给你看。包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一步走得比表面看到的要稳得多，也重得多。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咱们慢慢说哈。第一层，先说你看到的，表面上是什么？是一个演员，从莲花楼那个孤身仗剑的李莲花，一路走到了高端难堪的封面位。注意啊，是封面，不是内页，这个区别我后面会专门讲，先记住这个词。造型是红色，场景是雨夜。整组片子的气质，你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孤冷，但是稳。说实话，读到这组片子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不是因为帅是基础操作，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他这个 style 居然真的 hold 住了红。你可能觉得穿个红衣服而已，有什么难的？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但算了，直说吧，男人穿红，在中国文化里是个被低估了快100年的难题。这就是第2层了，媒体没告诉你的那一层。你想想看，红色在咱们的文化里，长期是绑在哪些场景上的？婚嫁、喜庆、新娘的盖头、过年的灯笼。说白了，它是一个高度女性化、高度仪式化的颜色。一个男的要穿红，要穿的不喜庆、不土，不像穿了件喜服去走亲戚，这个难度，懂行的都知道，极高。这里我得插一句啊，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凭印象说，但据我看到的资料，真正在公众视野里把男人穿红穿成一种高级美学的，源头绕不开张国荣。90年代那个红色的造型，后来多少人模仿，都模仿不出那个味儿。为什么？因为红色这个颜色太挑人了，它会无限放大你的气场，你气场不够，红色就吃掉你，你 hold 得住，红色就成全你。所以你再回头看诚意这组，雨夜、冷光、一身红，这个搭配妙就妙在，它没有走传统中式红的那条喜庆路线，而是把红放进了一个冷、孤、克制的语境里。红的热被夜雨的冷一压，出来的不是喜气，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压住了的、内敛的张力。这一步选得很聪明，这是高手开局。行，接着说。说到这个，我得补一句，光说红还不够，还有一半的功劳得算在那个雨夜上。这就是第3层，真正的门道。很多人不知道，雨夜大片它不是随便拍的，它在时尚摄影里几乎可以算一个独立的流派。我跟你讲，西方时尚摄影史上，像赫尔穆特、牛顿，像保罗、罗维西这些大师，早就把夜景、把雨、把潮湿的反光完成了一种叙事语言。雨夜大片的核心是什么？是故事感。白天的棚拍式展示，雨夜的街拍式叙事，它天然带着一种孤独，一种悬疑，一种这个人有故事的气质。等等，我得查一下具体年份，算了，年份这个咱保留意见，你们比我懂得多，我抛砖引玉。重点是那个审美逻辑。那么问题来了，造型团队为什么偏偏给诚意选雨夜？我的判断是因为懂它。这是文章里没有的，纯属我个人推测啊。你想，诚意最深入人心的角色是谁？李莲花，一个看破红尘，独自走江湖，把所有痛都自己扛的人。那种孤勇，那种热闹是别人的疏离感，
它和雨夜大片的气质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互文。所以这组片子高级在哪？高级在它不是单纯把一个帅哥扔进雨里拍，它是把这个演员身上角色沉淀下来的气质，用摄影语言重新翻译了一遍。火候刚刚好，食材好，厨子也好。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昨天跟一个追了程毅好多年的老粉聊，他说了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程毅的资源审美这2年是真的走稳了。我一开始还没太 get 到，现在包到这一层，我懂了。好，下一个点，也是最重的一层，第4层，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里我得先把一个背景说清楚，不然你听不懂。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长期有一个不成文的偏见，古装演员很难上高端时尚难堪的封面。为什么？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观点，你听完整再判断。有人说古装演员只适合长发长袍，换上现代时装就撑不起时尚感。这话在行业里流传了很多年，但你要是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哪个演员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行业对一类演员的结构性偏见。在那个评价框架下，任何古装出身的演员想破圈都难。而程毅干了什么？他拿下的是封面，不是内页。这个区别我前面让你记住的，现在用上了。在杂志这个生意里，纸媒到了2026年还有没有价值，这个咱另说，但有一点跑不掉，高端难堪的封面位，到今天仍然是行业公认的咖位与商业价值的硬通货。内页是参与，封面是认证。被选为封面，本身就是行业在说，这个人扛得起。我们把视野再拉大一点，古装演员转型时尚，这条路上其实有不少前辈走过。胡歌、罗云熙、龚俊，每个人都趟出过自己的一条路。我得特别说明啊，我不是要在这儿排个谁高谁低，那种比较没意义，而且容易伤人。每个人的路线，每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我想说的是，程毅现在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稳稳地站进这个序列里。而且他这条路有个特点，他是先有了莲花楼这种级别的作品口碑打底，再被时尚圈反向认证的。换句话说，不是流量空降，是作品说话。这种顺序走得慢一点，但走得扎实。这是长期价值，不是泡沫。不瞒你说，做这期之前，我自己对古装演员上难堪这件事理解也只有一半。我以为就是个资源好坏的问题。包到这一层，我才发现它背后是一个演员用作品和气质一点一点把行业那块写着你不行的天花板顶开的过程。所以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他穿红凭什么？凭什么呢？凭他 hold 得住红色那种会放大气场的颜色，凭他身上有雨夜大片需要的那种故事感，凭他在被偏见框住的赛道里用作品先打底，再被时尚圈一寸一寸的认下来。红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颜色，雨夜也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场景，可偏偏是这种不安全和不轻松，最配得上一个一路靠自己走过来的人。张国荣那句歌词，我们开头说过，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今天包了这么多层，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看懂了这组封面的人，也送给那个穿着红站在雨里的人。懂他的人会懂，时间会证明。那张雨夜红色封面，你们再去仔细看看，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看到的是热闹还是孤勇？